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國民黨前駐美代表處常駐副代表黃玉軍，玉軍。主持人大家好。還有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節目最近呢常常的登上國際的這個國際節目性的排行榜。那謝謝觀眾朋友，請持續的幫我們，如果呢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熱推2個字，按下熱推；如果沒有看到熱推的話，歡迎大家在留言板上面留言寫熱推，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留言給我們，告訴我們說你是在哪個城市觀看的，因為我常常不知道觀眾朋友你們是在哪個城市來收看我們的節目呢？歡迎在這邊留言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持續的來關心在美伊的這一場戰事上面，尤其現在談判破局之後，川普喊了他要封鎖荷姆茲海峽。另一方面，我們看到2艘美軍的軍艦，它的驅逐艦卻被伊朗的導彈跟無人機鎖定之後，根據伊朗的這邊說法是倉促的撤離了美軍的這個軍艦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關心到說，這個伊朗的背後是否有其他的勢力在協助，包括了中國提供的肩射飛彈，或者是巴基斯坦的空軍正式的進駐呢？這一場戰事持續的擴大，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持續的做關心。好，我們先來看到最新消息，美伊談判撐了20幾個小時，最後破局之後，副總統范斯出來證實，對，到現在雙方還是沒有辦法達成任何的一個協商，尤其現在的重點就是放在伊朗到現在都還是拒絕放棄核計劃，他認為這是雙方目前為止最難溝通的一個地方。而局勢升溫之際，川普也直接翻臉了，他說呢，接下來啊，美軍會全面的封鎖荷姆茲海峽，並且呢，他說他會追獵所有向伊朗支付通行費的船隻。不過呢，伊朗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4月12號則是回嗆美國，特別呢，在這個時候他發布了一個影片，可以看到說回嗆的是美國的海軍2艘導彈驅逐艦試圖進入到波斯灣，結果是立刻遭到革命衛隊的導彈無人機鎖定，而且伊朗方面還3度的最後警告說不撤離就會對美軍開火。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Warship 121, this is Sepang Navy Station. You must alter course and go back to the Indian Ocean immediately. If you don't obey my order, you will be targeted. 好，在這個伊朗的警告之下，後來呢，美方的軍艦是被迫給撤退了。那麼還原現場，當時美伊雙方除了說伊朗方面給他的警告之外，他們之間也是隔空的透過無線電來持續的交火哦。伊朗說呢，我們會持續的掌握荷姆茲海峽，並且這是最後警告了，任何的船艦如果膽敢通過的話，我們會嚴厲的將它處置。美軍則是說，我這樣做其實是依照國際法來運行的啊。川普甚至喊說自己勝利了，2艘的美艦都已經順利的通過荷姆茲海峽，還罵其他國家都沒有勇氣拒絕一起參與這一項掃雷的計劃。那麼其實呢，來自於《華爾街日報》最新也做了一個分析，雖然他認為說美軍的這個海軍啊，現在是這個看起來有傷，但是其實呢還是完整的運作，主要就是現在伊朗他手上還握有數千枚的反艦飛彈，還有快艇跟自殺的這個自殺艇，讓航道現在看起來還是全面的受到威脅的。另外一方面，除了剛剛船艦受到美軍的船艦受到威脅，我們看到在商船的部分有3艘是超級郵輪試圖通過荷姆茲海峽，但是呢，在收到說美伊的談判破裂的消息傳出之後，2艘是直接就掉頭撤離了。好，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美軍這一次驅逐艦是被迫快速撤離荷姆茲海峽的嗎？再來就是面對伊朗手中，我們剛剛特別盤點了他的戰力，數千枚的飛彈、快艇還有自殺艇，美國在這方面還會敢進行掃雷嗎？還是在火力的覆蓋之下硬闖了荷姆茲？艦長怎麼看？如果是被彈道飛彈，或者是被這個無人機它鎖定的話，其實船上是沒有訊號的。那所以其實美軍之所以那個退卻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剛剛聽到這個 Channel 16的這一個海事收發機的內容，因為其實美軍無法判斷它是不是即將遭受到攻擊。那最好的方法，也就是按照這個
濱海國家的這個區裡從事。但是我們看到的也就是這個川普他不斷的改變他的想法。我們在之前看到的，也就是他說，核問題沒有解決，也就是在這個伊斯坦馬巴德做的這一個和談，就是美國跟伊朗的和談，沒有任何的結局之後，然後他說他們終將實現所有的船只都可以進出，但是伊朗呢現在講的就是某個地方可能有水雷，大家就是要特別小心，那只能走那個卡拉拉島的這個航線。那其實呢，他講說其實這個任何非法繳納的通行費的，都將無法在公海上實行那個航行，大家都會認為說他要整個封鎖這一個霍姆茲海峽了。但是我們看到這一個中央司令部，他發布的，其實他講的是不會阻礙船只通過霍姆茲海峽，只會對於進出伊朗的港口或者是沿海地區的船只进行封鎖。那這也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一個表述啊。但是如果说我們看這個進攻的這個現實主義大師啊 Jamil Sherman， 他在禮拜六接受訪問的時候，他說什麼？他說其實美國跟伊朗進行談判就是已經承認失敗了。然後他還說啊，其實現在美國已經意識到升級的這個事態了，其實他們無論想要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所以他們這樣做。那現在到底在這一個我們看到這個霍姆茲海峽是不是布有水雷？那大家這才會認為這是重中之重嘛。對，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霍姆茲海峽的部分啊，其實它在往東這邊阿曼海這邊，或者是往西這邊的這個我們講到這個波斯灣的部分，其實它都存在涡流，也就是當這個水雷到達這個位置的時候，它就會不斷在這邊打轉。那在這一個霍姆茲海峽這邊其實是不會的。那我們一般設定啊，也就是伊朗它會布放的，也就是這種飄雷，因為這種飄雷呢，它飄在水面上面，其實最好布放。而且如果按照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一個對於波斯灣或者是对於這個霍姆茲海峽的這個海流的這個全年的這個觀測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它只要在岸邊直接布雷，它就直接這個雷就會這樣子慢慢的飄，慢慢的飄到波斯灣裡面，在這個幾個渦流裡面在這邊轉。可是實際上來講，我們現在有看到任何的這個油輪或者是貨輪被這些水雷攻擊嗎？好像沒有，從來沒有。那其實也就是啊，我們剛剛講的最主要的是飄雷，但是它有沒有可能布放這個細流雷或沉雷呢？那是我們來看啊，這兩種雷它都不適合布放在這一個如果我们用軍事科學來講的話，布放在這個霍姆茲海峽，因為霍姆茲海峽的水深大概是50到100公尺，那這麼深的水深呢，它其實用沉雷，它感應的效果並不好。那現在有說，可能是不是有經過掃雷？但是掃雷還真的不是每一條船都能掃，也不是通過的伯克級驅逐艦就能掃。但是美軍呢，只有這一艘我們講到這個塔爾沙號，它這一個已經在3月底4月初的時候，它通過了這一個新加坡海峽，可能就是前往我們講到霍姆茲海峽。所以到底有沒有水雷，不是由這個伯克級決定，而是會由這個濱海戰鬥艦來進行探掃之後所得到的結果。好，有關於水雷的問題也特別請教楊老師有怎麼看？那另外就是談了半天這個和談，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沒望了，主要是關鍵在核武問題上嗎？我倒不會說這個談判完全沒望哈，距離4月21號還有一段時間，而且本來這個談判就可能是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剛開始的談判也一定相互試探底線。以及呢，彼此在針對程序問題在做就是這樣拉鋸。現在很顯然，我覺得第一點美國的副總統萬斯到達巴基斯坦，這個是伊朗的要求，但萬斯以及川普都知道，萬斯在場就不可能有任何談判的進展。
萬斯自己不願意去擔負一個在戰爭之後跟伊朗談判達成協議的一個這種就是責任，因為他有他的政治前途。你任何的協議的達成，川普最後會把他甩鍋給萬斯，那萬斯知道自己絕對不可能軟弱下來，所以呢，幾乎你看見面不到，對不起，連見面都沒有。據說他們在各自不同的房間，是由巴基斯坦中間在做穿梭的，所以不到1天的時間，就等於是離開了這個現場。美國雖然來了300人的這個代表團，伊朗也來了70人，但是那個姿態做出來。可是現在，川普用了一個就是封鎖，而且他又插口，他本來說要封鎖所有的荷姆茲海峽的船艦，我一聽就這個大笑，我說你怎麼可能做得到？你能靠得近荷姆茲海峽嗎？然後馬上軍方就告訴他說這個做不到，我們現在可以針對就是荷姆茲海峽內部跟外部阿曼灣外的伊朗在阿曼灣外靠印度洋這邊也有幾個港口，那可以針對這個港口所有伊朗的船只，不管是不是伊朗籍的，進行封鎖，有可能嗎？第一個，你不可能太靠近，你會面臨到飛彈或無人機的攻擊，所以如果這麼大的這個海域，你能做得到封鎖嗎？第二個，封鎖是什麼意思？要有登臨，聯合國海洋法第110條的登臨權，其實是有很大的限制，但是不管法律，你能夠登臨嗎？如果是伊朗的軍艦這也許就已經會產生危險。就算伊朗沒有軍艦，不是軍艦，如果是伊朗籍或巴基斯坦籍從伊朗的港口載滿原油航往中國，你美國怎麼讓他船停下來？然後呢，派小船、軍官登船臨檢，臨檢什麼？就是油啊。因此不得遣返，不得前往，要返航嗎？還是能把它炸掉？你根本做不到。講句實在話，你在做到攔阻之前，你搞不好你會擔心你被攻擊。所以，我們從今天晚上10點來看吧。那本來川普以為說這是一招把對方的籌碼變成我的籌碼，你不是封鎖荷姆茲海峽嗎？我反封鎖你。但結果呢，他不得不退後，然後呢，封鎖所謂的伊朗的船艦。他以為說這樣子可以斬斷伊朗的石油支出、經濟的這個收入。但是伊朗有很多陸上的管線，從巴基斯坦陸上管線出口到中國，出口到日本，可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所以有太多的因應的這種方式。現在我是覺得，川普基本上在想要扭轉對他不利的情勢，因為伊朗說美國提了3項無理的要求。第一個，川普要求伊朗把荷姆茲海峽的收益對分，再分贓。对。第二個，他要求你所有的現在已經擁有的440公斤的濃縮鈾全部運出來。第三個，未來20年不可以再發展濃縮鈾。人家濃縮鈾做核電廠有什麼不可以？今天誰被打輸啊？不是伊朗軍事投降，是你美國要求停火耶。我覺得這個情況對川普越來越不利。但是呢，他絕對沒有任何的膽量敢去把戰爭升級，因為他如果要升級，老早就打。現在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呢，去透過這樣子一個封鎖把戰爭升級呢？他其實是在希望轉換籌碼，希望下一階第2輪談判的時候對他有利。但第2輪談判呢，萬斯就不會再去了，那可能就透過巴基斯坦直接的再進一步穿梭傳話。好，這一次我們看到美伊的和談還是沒有任何的結果。這個關鍵點我們剛剛說了非常多，除了這個荷姆茲海峽雙方都說自己掌握荷姆茲海峽之外，就是核武的問題，現在雙方還是沒有辦法針對這個問題達成任何的一點共識。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伊朗背後现在還被指說有許多的國家在為他們撐腰，除了中國大陸之外，還有巴基斯坦跟我們談了非常久的，包括了俄羅斯等等。那我們來統計一下最新收到的情報，這邊指出了這幾個國家確實是不是真的有在提供各種的軍事援助呢？先來看到《紐約時報》說的，中國可能現在有提供的是包括它的肩射飛彈，還有軍用物資來幫助伊朗做防空的能力。再來還有提供的是包括了化學物質、燃料跟零件，之前我們也談過，還提供了飛彈的原物料等等。再來，中國這一次跟巴基斯坦舉行的這一場這個叫海洋衛士的演訓，他們把054A 中國的054A 跟這個巴基斯坦的軍艦都開到阿拉伯海了，是在幫伊朗
有點示威的意味嗎？那川普也正式警告中國，如果說持續的援助伊朗的話，會對中國加徵50%的關稅。再來俄羅斯方面了，他持續的提供這個情報、衛星情報嗎？再來巴基斯坦的空軍則是進駐到中東地區去了，這個為區域局勢再加一道安全鎖嗎？這幾個國家是否有加入這個戰爭，在這當中幫助伊朗？那玉軍怎麼看？對於美國來說，現在他陷入一個這個可以說是困局啊，囚徒的困局。那因為伊朗他在現在這個12一馬回政權，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政教共治的一個政權啊。那這個政權它其實有非常濃厚的這個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的裡面。啊，所以我們並不意外說中國或者是俄羅斯提供這個政權它一些幫助。那在中東這個一直以來都有大國的博弈。對。那伊朗呢，它一直都是這個可以說就是這40年來這個政權可以說是跟這個美國或者說以這個西方國家主要的他們去做一個對峙嘛。所以這個其實不是今天才有的一個現象，那甚至它現在可能還變成這個烏克蘭戰爭的一個延伸啊，就是你對於美國以外的這些大國來說，它是一個延長博弈，所以它是一個成本非常低、收益非常高啊。你如果是把它當買賣股票或做期貨來看的話，它就是這種做空的概念是啊。我等於是把戰場延續到一個對我來說比較有利的戰場啊。那你從這樣的角度去看的話，那美國是不是可以一個國家單挑這麼多？哈，你看今天《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為什麼美國當初他們希望去封鎖荷姆斯海峽，是因為貝森特認為這可以轉嫁代價，就是他認為這個價值、這個代價可以轉嫁到不管是歐洲國家或者是亞洲國家，他們的思維裡面是這個成本呢，會是由美國以外的國家來承擔。所以美國某種程度上，他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應該是全球資產的保護者或者守護者，變成一個對沖基金的一個經理人的概念，就他把自己做小了，他本來應該是莊家的，他把自己變成下來變成一個博弈的一個玩家。你從這個格局來看的話，第一，我不認為這個會有真正的戰局了啊，就是除非美國真的派地面部隊進入伊朗，那我猜美國川普應該不會這麼做啊！我們看到在週末的時候 ，CBS 有一個民調，將近60%的美國民眾不是反對戰爭哦，是認為這個戰爭美國應該會輸哦，就是他們已經做出這樣子的判斷，60%的民眾。但是這個它當中就有一個非常吊詭的邏輯，就是說它這個民調同時也做了，雖然60%的民眾認為美國會輸，但是他們還是希望伊朗的政權能夠改變。那伊朗政權改變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伊朗有很多人是反對現在這個政教這個共治的這個政權的。在這個情況底下，川普他自己國內的失火，就是他很多 MAGA 的民眾對他的這個不支持，他如何跟奈廷亞胡在他們的這個合作的項目上繼續的延遲？因為我們看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他跟奈廷亞胡之間好像有分手，他們兩個還是緊緊的在一起。是。所以如果美國接下來繼續的這麼做，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大國，中國、俄羅斯會間接的去支持伊朗，去延伸這個戰權。那對美國來說，在國際上，或者是說接下來不管是英國國王去訪美，或者是川普訪中，他都會把自己手上的牌全部打光。好，謝謝君。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